還在盲目湊錢追高 AI 概念股，傻傻等着持倉3年實現資產翻倍。我必須直白提醒你，那些全網吹捧，人人都說閉眼買入就能穩賺不賠的 AI 標的，如今全都踩在了一點就炸的火藥桶之上。今天我就把 AI 行業表面繁榮之下所有藏在暗處的底層邏輯全部拆解透徹。看完之後，你不僅能徹底想明白，明明 AI 市場需求火爆到供不應求，科技股卻總是頻繁出現估值大跌的根本原因，還能掌握普通人日常隨手就能跟蹤判斷的核心監測指標，往後再也不會被機構莊家輕易震盪洗盤，淪為任人收割的股市韭菜。是不是你最近刷到的所有財經分析內容都在反覆給你灌輸同一個觀點？ AI 是未來10年無可替代的超級黃金賽道，行業需求永遠沒有後顧之憂。不管當下股價被炒到多高的位置，閉着眼買入，長期持有3年，穩穩就能實現資產翻倍。是不是每次看到 AI 企業對外公布訂單已經排到2027年，你都會忍不住拍大腿，後悔自己上車太晚？甚至恨不得掏空全部家底，借錢加槓桿，重倉殺入 AI 板塊。而你有沒有靜下心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明明行業需求火爆到炸裂，科技板塊卻隔3差5就迎來一輪慘烈的估值回調。就連那些手握幾十上百億資金的私募大佬，最近都整日憂心忡忡，夜夜難眠。別被新聞裡老生常談的地緣衝突、油價波動這些表面因素迷惑了。這些外在變量在華爾街頂級資本眼裡根本不值一提。他們真正發自內心忌憚的是99%普通散戶從來都沒有聽過的2大隱形暗雷，一個是通脹反覆反彈催生的長期高利率環境，另一個則是 AI 行業瘋狂燒錢擴張衍生出來的折舊陷阱。這2大風險疊加共振，完全有能力從根基上掀翻整輪 AI 牛市的估值定價邏輯。眼下整個資本市場就像一口燒到120度的高壓鍋，表面看上去風平浪靜，AI 概念股依舊保持震盪衝高的態勢，各大主流指數也在接連刷新歷史新高，但盤面之下積累的風險壓力早就抵達臨界點，隨便冒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能瞬間掀翻市場鍋蓋，根本不會留給散戶半分鐘的反應和出逃時間。很多人心裡都會產生疑惑，油價上漲本來就是市場常態，以往也曾經漲到過如今的價位，也從來沒有引發過股市崩盤，為什麼這次偏偏風險這麼大？其實這正是絕大多數散戶的認知盲區。本次的油價暴漲和以往短期價格波動完全不是同一個邏輯。從前油價上漲基本都是短期供需失衡造成的臨時行情，要麼是產油國突然宣布臨時減產，要麼是某個區域突發意外事件打亂供應節奏。整體特點就是漲得快，跌得也快，很難形成長期持續性。但這一輪油價走高有着實打實的強結構性支撐，全球原油產量增长速度已經放緩到離譜的地步，反觀市場消費需求卻在穩步持續復甦，再加上當下錯綜複雜的地緣格局，直接讓原油供應端變成了隨時可能引爆的火藥桶，哪怕只是一點微小的局勢擾動，油價都能順勢往上跳漲3-5美元。大家千萬不要覺得油價漲跌只是日常開車加油多花2塊錢的小事，它其實是整個通脹產業鏈的第一個啟動開關。一旦油價持續走高，全產業鏈的生產、運輸成本都會跟着同步攀升。要知道，所有商品生產都離不開能源消耗，所有貨物流通都需要運輸環節支撐。運輸成本上漲會帶動原材料成本走高，層層傳導之後，所有增加的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普通消費者身上。市場通脹水平自然會順勢抬頭走高，油價持續上漲會直接推升全產業鏈經營成本，最先產生連鎖反應的就是市場通脹預期。目前市場普遍猜測5月 CPI 數據有可能逼近 4%， 要知道美聯儲設定的長期通脹目標僅有 2%， 就在幾個月之前，幾乎所有人都篤定通脹會持續緩步回落，年內必然能跌破 3%。到時候美聯儲就會順勢開啟降息週期，市場流動性寬鬆之後，科技股還能迎來新一輪翻倍行情。可如今這份市場預期已經徹底被現實擊碎，通脹的頑固程度遠超所有人的預判，核心 CPI 數據始終居高不下，甚至還在持續上行。能源價格的強勢反彈更是印證了通脹大概率會在高位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甚至還有進一步上行的可能性。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沒有太大的衝擊力，但最危險的地方就在於大多數投資者都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根本沒有預判到它後續會引發的連鎖反應有多嚴重。
等到風險真正落地時，根本沒有任何應對準備。此前相信不少人都刷到過大量市場分析，一致鼓吹通脹很快就會跌破 3%， 美聯儲年內降息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一旦市場流動性迎來寬鬆，科技股還能再漲1倍。我身邊很多散戶朋友年初就是輕信了這類言論，果斷加槓桿重倉殺入 AI 概念股，滿心期待等着美聯儲降息吃一波翻倍大行情。可現實走勢完全背離預期，大家去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就能清晰發現，年內美聯儲降息的可能性連 50% 都達不到。不僅今年降息的預期基本徹底落空，甚至市場已經開始提前定價後續2027年存在加息的可能性。這背後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高利率環境的持續時間會遠遠超出所有人的預想。我們很可能要在 5% 以上的利率水平堅守2-3年，甚至更久。很多散戶對高利率衝擊科技股的殺傷力沒有任何概念。我用每個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買房還房貸舉例，你立刻就能徹底弄懂其中邏輯。房子的總價就等同於科技公司的整體市值，每個月的房貸還款額就相當於公司每年創造的淨利潤，而房貸利率就是資本市場常說的資產貼現率。如果房貸利率維持在 3%， 每個月固定還款1萬元，你能夠買下一套300萬的房子。可一旦房貸利率漲到 5%， 在每月還款額依舊是1萬元的前提下，你只能買下200萬的房子。房子本身沒有任何變化，你的收入也沒有減少，僅僅只是利率上漲，房產估值就直接縮水100萬。科技股的定價邏輯和買房完全一模一樣，公司經營基本面沒有改变。AI 行業市場需求依舊旺盛，但只要市場利率上行，企業未來的現金流折算到當下就會大幅縮水，公司估值自然會迎來被動殺跌。目前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已經攀升至 5.0%，30年期美債收益率也在持續走高。這可是全球所有風險資產定價的核心锚點，定價錨持續上行，所有風險資產的估值都會被持續壓制。相當於直接把科技股的估值底部徹底砸穿。這個時候很多人都會提出疑問，就算市場維持高利率， AI 行業需求這麼旺盛，只要企業業績持續上漲，不就能慢慢消化高估值了嗎？我身邊絕大多數散戶都抱着這個投資邏輯，認定 AI 是未來大勢所趨，行業需求永遠不愁，不管股價漲到多高，買入拿着不動就一定能賺錢。可大家恰恰忽略了最關鍵的核心變量。如今 AI 投資邏輯早就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我們已經正式邁入 AI 投資的第2階段。這個階段最致命的短板，從來不是市場需求不足，而是居高不下的經營成本，足以把企業所有營收利潤全部吞噬乾淨。我一開始也和多數人一樣，認為行業需求向好，企業業績就會穩步增長，業績上漲，股價自然會持續走高。可深入拆解行業底層邏輯之後，才發現這套傳統邏輯缺失了成本這個關鍵核心。高盛此前發布過一份行業報告，預測2026年到2031年，全球人工智能基礎設施整體支出將會達到 7.6 萬億美元，這個體量相當於全球第3大經濟體的全年 GDP， 全部砸入 GPU 採購、配套服務器、數據中心以及電力基礎設施等硬件領域。為了搶佔 AI 賽道的核心話語權，全球所有科技巨頭都在不計成本瘋狂砸錢採購設備。NVIDIA 的產品訂單早就排到了2027年，台積電最先進的芯片產能也被提前預定一空，行業巨頭們都在瘋狂搶佔資源，生怕落後一步就被行業淘汰。但很少有人認真思考過，這些 AI 硬件設備的折舊淘汰速度正在變得越來越快。以往行業默認 GPU 的正常使用壽命為5年，企業只需要把採購成本分攤到5年內，逐年攤銷即可。可如今 AI 技術迭代速度快到超乎想象，新一代 GPU 的整體性能比上一代直接翻倍不止。老舊 GPU 雖然還能正常使用，卻已經無法滿足最新大模型的訓練需求。如果堅持用舊 GPU 開展業務，不僅訓練速度極其緩慢，折算下來的單位算力成本反而會更高。這也就導致很多企業採購僅2-3年的 GPU 就不得不全部更換成最新款設備。現在業內專業人士普遍形成共識， GPU 的實際有效使用壽命可能僅有3年。我給大家簡單算一筆直白的賬，一家企業花費1000萬元採購一批生產設備，原本計劃使用5年，每年僅需折舊攤銷200萬元，直接從年度利潤中扣除即可。如今因為技術更新迭代太快，設備只用3年就跟不上行業節奏，必須更換。
企業還得再拿出1000萬元採購新設備，分攤下來，每年的折舊金額就漲到了333萬元。多出來的133萬元折舊成本絕非憑空產生，全部都是從企業淨利潤裡硬生生扣除的。如果全行業都陷入這種快速換設備的循環，每年整體折舊負擔將會飆升至接近1萬億美元。換句話說，很多科技公司每年辛苦賺取的營收利潤，大部分都要用來填補設備折舊的窟窿。即便營收規模增速再快，淨利潤增長也會陷入停滯，甚至原地踏步。這就是我反覆強調的 AI 行業折舊陷阱。我曾經和一位做 AI 算力租赁行業的朋友深入交流過，他們公司去年高價採購的 A100 算力芯片，如今就算打7折對外拋售都無人問津。核心原因就是今年 H100 芯片全面上市，整體算力達到 A100 的3倍，折算下來单位算力成本直接降低一半，市場客戶都點名只用 H100。老舊的 A100 只能承接一些低算力需求的零散小訂單，公司整體營收直接下滑 40%。去年辛苦賺到的利潤全部投入採購新設備，今年的利潤預期直接被砍掉一半還多。這就是折舊陷阱最真實、最殘酷的行業現狀。不少投資者還抱有僥倖心理，覺得老舊設備淘汰之後可以對外變賣，多少能收回一部分採購成本，不至於全額虧損。可現實行業現狀遠比大家想象的更殘酷。當全行業所有企業都在同一時間集中淘汰舊 GPU 時，市场上會湧現出天量的二手 GPU 貨源，供需嚴重失衡之下，二手設備價格直接崩盤，根本賣不上合理價位，最後很多設備只能按廢品低價處理。這就好比你分期貸款買了一輛100萬級豪車，原本計劃開5年再換車，結果僅僅2年就推出性能翻倍的新款車型。舊車直接打3折都沒人願意接手，你不僅要繼續償還剩餘車貸，還要額外湊錢購置新款車輛，到最後會發現自己辛苦賺的錢全部都砸在了車輛購置和養護上，根本留不下任何實際資產。如今各大科技巨頭面臨的就是一模一樣的尷尬處境，不持續砸錢採購最新硬件設備，就會被競爭對手快速甩開，直接淘汰出局。可硬件設備貶值速度太快，持續投入的巨額資金最終會慢慢耗光企業全部淨利潤。市場上所有人都只看到 AI 海量訂單帶來的營收增長，卻刻意忽略了背後爆炸式增長的經營成本。企業利潤從來不是被業務發展拖垮，而是被高速折舊硬生生吞噬。這也是下半年 AI 牛市隱藏最深、殺傷力最大的暗線，更是華爾街資本不敢公開點名的行業秘密。單純拆解底層邏輯，大家可能覺得有些抽象，我們不妨看看當下市場已經清晰顯露出來的預警信號。第一個被絕大多數散戶忽略的關鍵信號，就是台積電 ADR 的溢價正在快速收窄。近期費城半導體指數一路走強，不斷創下歷史新高，整個半導體板塊熱度居高不下，多隻個股接連刷新股價高點，可唯獨台積電 ADR 卻逆勢走弱，震盪下行。更關鍵的是，台積電 ADR 相對台股的長期溢價水平，此前一直穩定維持在 20% 左右，如今已經快速回落至 13%。簡單來說，這個溢價代表美國投資者願意比台灣投資者多付出的溢價成本。此前市場普遍認定，台積電是全球唯一能量產先進芯片的企業，擁有無可替代的稀缺性，所以願意多出 20% 的成本布局。如今溢價持續收縮，很多人第一時間會猜測是不是台積電基本面出了問題，訂單減少、產能過剩，或是競爭對手實現趕超。事實恰恰相反，台積電目前訂單依舊排得滿滿當當，3nm 先進產能早就被 Apple、Nvidia 和 AMD 等巨頭全額預定，2納米工藝研發生產也進展順利，基本面不僅沒有走弱，反而比以往更加穩固。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溢價持續回落？本質就是美股機構資金正在重新給台積電的稀缺性定價。此前市場默認台積電壟斷全球先進芯片製程，如今全球供應鏈都在推進多元化布局。美國斥巨資扶持本土芯片製造業，英特爾代工業務快速推進，三星也不計成本加碼先進工藝研發。即便當下兩者的競爭力還無法比肩台積電，但3-5年之後行業格局充滿不確定性，聰明的機構資金早已提前算賬，不願意再為所謂的獨家稀缺性支付高額溢價，開始主動謹慎觀望，不再盲目追高。
要知道，此前機構給台積電的估值中，有20%都是獨家壟斷先進製程帶來的溢價。如今市場預判未來壟斷格局會被打破，哪怕只是存在這種可能性，這部分估值溢價也會率先打折下調。資本市場從來都是提前交易預期，不等競爭對手真正實現趕超，估值就會提前完成殺跌調整。千萬不要小看這個信號。台積電作為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的核心樞紐，更是 AI 硬件發展的基石，連它的估值定價都開始鬆動走弱，整個人工智能行業的估值必然會面臨系統性調整壓力。把視線轉移到台股市場，還有一個更值得警惕的信號，近期半導體板塊整體大漲，多隻個股輪番衝高創新高，可外資卻在暗中偷偷布局大量空單對沖風險。目前台灣期貨市場淨空倉已經達到54000張合約，認沽期權比率也攀升至 1.81， 直白解釋這個數據，就是市場上看跌期權的交易量是看漲期權的 1.81 倍，換算下來，市場裡每出現一個看多資金，就有 1.81 份資金在悄悄看空後市。這足以說明外資根本沒有被盤面表面的繁榮景象蒙蔽雙眼，早就看穿了背後隱藏的深層風險，持續加倉空單做好防禦對沖，始終沒有撤掉風險防護網，隨時準備應對市場可能出現的大跌行情。除此之外，市場還暗藏着極具殺傷力的負伽馬效應。簡單來說，就是做市商賣出期權之後，需要通過買賣股票對沖自身風險。一旦市場進入負伽馬狀態，行情波動會被成倍放大。上漲階段，做市商需要買入更多股票，進一步推升上漲幅度；下跌階段，做市商只能被動拋售股票，直接把下跌行情砸得更慘烈。就像雪崩效應一樣，一開始只是零星雪花掉落，隨後帶動大面積積雪崩塌，最後整座山體的積雪都會瞬間傾瀉而下，根本不給任何人反應逃生的時間。如今外資布局海量空單，提前做好風險防護，相當於早穿上了抵禦雪崩的防護裝備。有無數散戶還在市場山頂歡呼狂歡，絲毫沒有察覺風險已經悄悄來到身邊。這個時候，不少投資者都會疑惑，如果市場風險真的來臨，該配置什麼資產做對沖避險？以往大家第一反應都是買入美債，美債長期以來都是全球公認的避險首選資產，也是無數投資者應對市場波動的標配。如今這套傳統避險邏輯早就徹底失效，美債已經失去了原本的對沖功能，這也是當下市場最反直覺的變化，更是很多散戶最容易踩進去的投資大坑。核心原因很簡單，當前市場最大的隱患是通脹居高不下，而非經濟衰退。這兩種市場環境的底層邏輯完全不同，對應的避險對沖資產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市場擔憂的是經濟衰退，美聯儲會通過降息刺激經濟，美債價格會順勢上漲，收益率下行，美債自然能完美發揮避險對沖作用。但現在市場核心矛盾是通脹反彈走高，通脹會持續侵蝕債券的固定收益回報。買入10年期美國國債看似有 5% 的收益率，一旦通脹率達到 4%， 實際到手收益僅有 1%。要是通脹突破 5%， 投資者實際還會出現虧損。這也就導致只要通脹預期升溫，市場資金就會集體拋售美債，美債價格應聲下跌，收益率持續走高。大家近期觀察美債走勢就能明顯發現，每次傳出通脹超預期的利空消息，美債都會遭遇集體拋售，出現非常反常的走勢。市場風險來襲時，美債不僅不會逆勢上漲避險，反而會同步下跌走弱，傳統避險資產直接淪為風險資產。既然美債徹底失效，當下什麼資產能有效對沖通脹風險？答案就是能源股。能源股是極少數在高通脹環境下能夠走出獨立行情的板塊，油價持續上漲會直接帶動能源企業利潤大幅飆升，股價同步走強，能夠完美對沖通脹和高利率帶來的市場風險。近期能源板塊持續走強，本質就是機構資金已經提前悄悄布局，用來對冲後續通脹反彈、高利率延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如果接下來公布的 CPI 數據果真超出市場預期，將會觸發一連串連鎖反應，席捲全球市場。首先，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必然會繼續飆升，不排除突破 5.5% 甚至更高點位的可能。緊接着，全球所有風險資產都會迎來重新估值定價，科技股首當其衝遭遇大幅度估值調整。沒有真實業績支撐的純概念 AI 概念股將會出現最慘烈的跌幅。
這輪估值波動還會快速傳導至全球各大股市，全球資本具備高度流動性，美債收益率走高會持續虹吸全球資金，引發其他國家和地區股市同步下行。與此同時，美元會開啟強勢升值走勢，大宗商品则會出現明顯分化，能源、黃金憑借避險需求持續走強，工業金屬則會受經濟衰退預期拖累，震盪下行。行情發展到後期，市場很容易觸發恐慌性拋售情緒，場內流動性直接枯竭，到時候無論優質資產還是垃圾資產都會被資金不計成本拋售，所有人都爭相變現持有現金。當然，這只是市場潛在的演變可能性，未必會100%落地，但所有投資者都必須提前做好風險應對準備，千萬別等風險砸到頭上才慌亂應對。目前普通投資者的認知邏輯和市場真實運行規律之間已經出現了嚴重偏差。第一種最常見的偏差就是依舊抱着 AI 投資第一階段的邏輯做決策，不管什麼上市公司，只要沾邊 AI 概念，就盲目當成重大利好。看到企業公布大額 AI 資本支出計劃，就急於衝進場布局，完全不考慮這些巨額投入能不能轉化為真實利潤，會不會被高速折舊吞噬全部收益。更有不少散戶盲目加槓桿，借錢重倉 AI 概念股，固執認為長期持有3-5年總能漲回來，完全忽略中途可能出現的大幅度深度回撤。我身邊就有這樣一位朋友，年初加2倍槓桿買入 AI 概念股，前期最高盈利達到 30%， 上個月一輪小幅調整就直接回撤 15%， 距離槓桿平倉線近在咫尺，最後只能被迫割肉離場。不僅把前期盈利全部吐回去，還倒虧了本金的 10%。倘若後續市場迎來更大幅度的調整，加槓桿的投資者根本沒有扛住波動的資金實力，哪怕看對了行業長期趨勢，也很有可能倒在中途的波動之中。第二種普遍存在的認知偏差就是避險思維，還停留在過往老經驗裡，一遇到市場震盪波動就習慣性買入美債避險，完全沒有意識到當下市場的核心矛盾是通脹高企。如今買入美債不僅起不到任何對沖避險作用，反而會跟着通脹預期上行持續下跌，最終同時踩中股票債券2大投資坑。不少習慣用美債做資產配置避險的老投資者，近期已經親身經歷了股債雙殺的虧損局面，曾經百試百靈的避險法則，如今反倒變成了虧損的源頭。還有一個最容易被散戶忽略的潛在問題，絕大多數普通投資者都沒有基本的風險對沖意識，也不懂跟蹤核心監測指標，每天只會刷各類碎片化的市场利好消息，完全察覺不到市場悄悄積累的潛在風險。等到大盤指數明顯大跌時，早就錯過了最佳的出逃減倉時機，手裡持有的純概念 AI 標的，跌幅往往遠超大盤指數，最後要麼只能忍痛割肉離場，要麼長期套牢，錯過其他賽道的投資機會。時至今日，依舊有很多散戶固執認為，只要拿住 AI 賽道標的，就一定能賺錢，絲毫沒有察覺行業底層投資邏輯已經發生顛覆性變化。把所有行業邏輯、市場信號和投資誤區串聯起來，就能得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結論。AI 牛市並沒有徹底結束人工智能，依舊是未來10年最重要的行業發展趨勢，會全方位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必然會誕生一批世界級偉大企業。但可以確定的是，如今早已告別了閉着眼買入就能穩賺不賠的初級階段，再也不能無腦跟風追高布局。AI 投資正式邁入第2階段之後，核心邏輯已經徹底從有沒有 AI 概念轉向 AI 能不能實實在在賺錢。第1階段市場炒作的是行業未來預期，無論企業基本面如何，只要沾邊 AI 概念，就能被資金輪番炒作拉升。第2階段市場比拼的是真實業績落地，需要精打細算核算成本與利潤。這個階段行業會開啟殘酷的淘汰賽，90%的 AI 相關企業都會被市場逐步淘汰。只有那些真正能把 AI 技術落地，轉化為利潤，嚴格控制經營成本，平衡好資本支出與投資回報率的企業，才能最終脫穎而出，成長為行業巨頭。那些只會瘋狂燒錢，無法實現盈利，單純依靠概念炒作拉升股價的標的，早晚都會被市場徹底拋棄。千萬不要覺得只要站在 AI 行業，風口就一定能騰飛。倘若無法把控成本，利潤被折舊，持續吞噬，再大的行業風口也拖不住虛高離譜的估值。現階段做投資決策，必須把風險防控放在首位，不能再沿用低利率、寬流動性時代的老舊投資經驗，
要及時更新避險對沖邏輯，緊盯核心監測指標，預留充足的現金安全墊。只有這樣才能扛住後續可能到來的估值調整。等到市場出現恐慌性拋售，優質核心資產被錯殺大跌時，手裡手握現金才能抓住機會。低價布局，真正的 AI 核心資產穩穩吃上，下一輪行業確定性增長紅利。接下來我就把之前承諾的日常可跟蹤3大宏觀預警指標、AI 個股專屬排雷清單，還有適配當前市場階段的資產配置策略全部講透，哪怕是沒有任何專業投資基礎的散戶，照着這套方法執行，也能輕鬆避開 90% 的 AI 投資陷阱。首先要說的是3個不用翻看深度研報，打開普通行情軟件就能直接查看的宏觀預警指標。一旦觸及設定閾值，就要主動減倉控風險，千萬不要心存僥倖心理。此前提到的高利率、通脹2大隱形暗雷，都能通過這3個指標提前捕捉預警信號，不用等到利空新聞落地再被動反應。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作為所有風險資產的定價之錨，直接決定了科技股的估值上限。日常只需要緊盯2個關鍵閾值，一旦站穩 4.8%， 就意味着高利率壓力已經開始顯性化。手裡持有的純概念 AI 概念股，建議先減半倉位避險。一旦站穩 5.2%， 不用有任何猶豫，直接清掉所有沒有真實業績支撐的 AI 炒作標的，留足現金，等待市場回調機會。歷史數據早已印證，每次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 5%， 科技板塊都會迎來至少 15% 的整體性回調，這一次也不會打破歷史規律。WTI 原油期貨價格則是通脹的先行發令槍，走勢會比 CPI 數據提前1到2個月反映通脹整體走勢。只要油價站穩90美元每桶，通脹反彈的概率就超過 70%。這個階段切記再加倉科技股，反而可以小幅配置能源股做對沖。一旦油價觸及100美元每桶，基本可以確認通脹會超出市場預期，後續大概率會迎來美聯儲偏鷹表態、美債收益率跳漲的連鎖反應，提前把 AI 整體倉位降到30%以下絕對穩妥。台積電 ADR 相對台股的溢價率是專業機構對 AI 硬件板塊信心的先行指標。長期運行中樞維持在 20%， 一旦溢價率跌到 10% 以下，說明機構已經在系統性下調 AI 硬件板塊估值。整輪 AI 產業鏈的調整行情大概率即將到來，如果跌到 5%甚至出現折價，就代表機構資金已經提前搶跑離場。這個時候別輕信 AI 長期向好的雞湯話術，跟着機構節奏減倉避險，永遠不會出錯。